你曾经有疯狂几点想要换品牌大奖的经验吗？1990年代，百事可乐为了提高市占率，在美国发起了一个集点兑奖活动，并且宣称只要集满700万点就可以换到活动的最大奖一台军事战斗机。没有想到半年之后，竟然真的有一封装着700万点的回函寄到了百事的办公桌上。这个集满700万点的狂人到底是谁？百事可乐真的送得出一台战斗机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红极一时的战斗机广告风波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这个集满700万点的狂人呢，是个20岁的小伙子约翰·伦纳德。1995年他把费尽心思集到的点数寄去百事公司，没有想到煎熬的苦等1个多月，百事却只回信告诉他，哈哈，那个是开玩笑的啦。被大泼一桶冷水的约翰呢，觉得百事说话不算话，整个气，他没有善罢甘休，决心呢要去跟百事可乐争取到底。而一场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决斗就此展开。约翰能够拿到战斗机吗？他是怎么样集到700万点的？百事可乐当时到底是发了什么样的广告？那真的只是个玩笑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百事可乐说好的战斗机呢这部精彩的纪录片吧。不过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作为创作者，经营频道总会遇到各种挑战，尤其这几年来，同样的题材竞争者越来越多，一旦内容无法杀出重围，订阅数就难以成长。而我们举办创作者年会 VidCon， 正是为了要协助创作者突破困境。今年是 VidCon 第2年了，讲师的阵容也非常的豪华，包含了阿迪啊、超认真少年、9man、艾丽莎莎、福尔斯汀、Chip 还有 D-Car 都会在年会上面分享他们的独门成长策略。毕竟你的问题他们也都经历过。此外呢 ，YouTube 跟 PressPlay 的官方代表也会从平台跟市场的趋势切入，帮你找到更有潜力的成长方向。年会将会在3月15日举办，现在早鸟票热烈贩卖当中，输入折扣码还能够再折100。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报名，找到你加速订阅的方向吧。这则战斗机广告呢，内容主要是在宣传百事的集点兑奖活动。广告中呢，有个青少年穿上了从百事换到的一身行头，准备去上学。接着学校就刮起一阵大风。当所有人惊恐地看向窗外时呢，发现主角竟然驾着一台英式战斗机抵达校园了。而在这则广告里面呢，每一个出现在画面上面的酷东西都有标上兑换点数，就连结尾的英式战斗机也不例外。那看到这则广告的约翰呢，脑中立刻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他想要换到那台战斗机。而且他在看广告的同时呢，也发现了一个魔鬼的细节。通常这类的活动呢，都会标注一些但书或者是免责声明，让主办单位能够保有最终的解释权。但是在700万点换战斗机的这一幕底下，却完全没有附带任何的声明文字。哇，这个资讯呢，让约翰感觉非常的兴奋哦，意思是只要有本事集到700万点，百事可乐就必须要兑现活动的承诺，送给他一台战斗机。于是呢，当百事可乐正因为广告的表现亮眼，销量大幅飙升而高兴的同时，一场超大的风暴正在逐渐的成型。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约翰呢，自认为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哦，他很认真的看待这个换战斗机挑战。他经过一番仔细的计算呢，发现那台战斗机的售价大约是3200万美元，而当年呢，要喝百事喝到集满700万点，并不需要花到这么多钱。所以他的第一个计划呢，就是联合全家人每天疯狂的喝可乐。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不是个办法，因为他们得要每天喝190瓶，连续喝100年才能够达标。于是约翰有了第2个计划，他跑去请一位创业家好友陶德赞助自己。陶德听了约翰的说法，很喜欢换战斗机这个疯狂的点子，也很想要看看百事可乐会怎么样回应。只不过在出钱之前，陶德要求约翰先写一份正式提案，认真的规划这个集点计划该如何执行。这个时候约翰才发现，要换到那台战斗机还真的不是有钱就可以。要换那台战斗机之前呢，约翰有很多务实的问题要解决，例如他们买来的可乐要放在哪里，什么才是最快的集点方式，换到战斗机之后要干嘛。经了一番研究规划，约翰打算呢在全美的6大都会区租下6间巨大的仓库，聘请大约45个人，每天负责大量的采购百事可乐，剪下集点卡进行仓储的管理。
而这期间呢，他们一共需要买140万箱12入的百事可乐，再加上其他的开支呢，一共要花430万美元，并且预计能够在3个月内完成。而换到战斗机之后，他们可以带着战斗机去参展啊，或者租给电影电视剧组当做拍摄道具来赚钱。而约翰呢，还想办法弄到了五角大厦的电话，向国防部发言人确认，民众可以拥有一台战斗机吗？而对方给了他肯定的回答，表示只要不搭载军事设备，民众可以拥有战斗机。这整个计划越来越有模有样，连陶德都说赞。不过约翰一直有个难题无法解决那就是要是有人比他早集满700万点，或是百事可乐提早结束活动，该怎么办呢？还好就在他绞尽脑汁万念俱灰的时候，约翰在几点的赠品行路上面重新看见了一道曙光。约翰在赠品行路上面呢，一段字超级小的活动规则里面发现，原来点数可以用钱买，只要手上呢先集到15点后续就可以用1.0.1美元的价格直接购买。换句话说呢，约翰只要花15点加70万美元就能够得到一台战斗机，这远比商业计划书上面计算的430万还要少，而且什么物流啊、人力、仓储，还有空瓶、垃圾等等的问题，通通都不用烦恼了。陶德听到消息立刻呢霸气开了70万的支票，两人兴冲冲的把15点跟70万放进了信封，继续给百事可乐。而1个多月之后，百事的回信终于来了，只不过信件的内容让约翰超级傻眼。百事在寄来的信里面告诉约翰，700万换战斗机只是个玩笑啦，还说看在你这么认真的份上，不然就送你2箱可乐的兑换券吧。而那张70万的支票也原封不动的被寄回来。约翰跟陶德完全没有想到百事的回复会这么的敷衍，还莫名有种羞辱人的感觉。他们不甘心呢，就这样子放弃反而找了一个律师，再拟了一封正式的信函，要求百事可乐兑现他们在广告当中对消费者的承诺。而收到第2封信的百事可乐呢，当然也觉得十分的不爽，他们认为广告里面战斗机内幕摆明了就只是广告结尾的噱头而已，更何况呢，战斗机只出现在广告上面，赠品行路里面根本就没有战斗机可以换，怎么会有人当真？他们觉得约翰呢就是那种没有幽默感，还想要钻漏洞敲诈公司的奥 K， 所以呢，百事可乐已读不回，直接把约翰告上法院。百事对约翰正式提告之后呢，约翰也向法院提告百事不履行买卖责任。随后呢，案件就上了新闻，约翰受邀上了许多的访谈，也对百事造成了压力。虽然百事从头到尾都说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700万换战斗机是开玩笑，但他们后来呢还是偷偷改了广告，把700万点数呢改成了7000万，然后又改成了7亿，最后还加上一行小字写说这是开玩笑的。而对约翰他们来说，这当然是心虚的表现，代表百事承认战斗机是可以兑换的，只是点数写错了。但百事却表示呢，他们是为了某些搞不清楚状况的民众，才不得已毁了这支广告的幽默感。两方各执一词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没有多久，这件事就像普通八卦新闻一样推了热度。于是对于约翰一伙人而言呢，事情变得不再刺激有趣，反而变得漫长又没有尽头。何况对手是百事这种有钱有权、不怕个人耗时间的大企业，他们必须要再次激起人们的关注才行。而这个时候，他们找到了新队友麦克。这位麦克呢，当时是位法律系的学生他的专长是搜集资料、挖情报。20多年后的今天呢，他已经成为了爆料川普丑闻的名嘴律师。麦克当时认为呢，让百事可乐屈服的唯一办法，就是挖出百事见不得人秘密来威胁他们。他发现几年前百事可乐曾经在菲律宾办过另外一个集点活动，这个活动最后因为百事自己的疏失，引发了数十万人上街抗议，还造成了很多的伤亡。麦克提议把这个事件当成是素材，做成报纸全版的广告，还要再买大楼的广告贴在百事公司对面，时时提醒他们有这件事情存在。麦克认为这个提议呢，一定能够让他们再上一次新闻，炒热舆论的话题，但陶德却强烈反对用这种小人招数争取他们本来就应得的东西，更认为这只会让事情变成一场互相抹黑、没完没了的乌贼战。他们两人呢就在这里僵持不下，到了几乎起内讧的状态，而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约翰的手上。
这边让我们直接快转一下最终的结局。约翰很可惜的并没有拿到那台战斗机，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会有导演在25年后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原因。这部纪录片呢，重新找来了约翰陶德、麦克等人，还有百事的前行销总监、广告公司前营运长、前创意总监一起来回顾这个事件。而除了约翰方的说法之外呢，广告公司也解释了这则广告当初到底是怎么发想的。这3位百事方代表到现在都还是认为自己没有错吗？他们态度与说法非常的耐人寻味而且广告创意总监还在结尾来了一个大爆料，非常值得一看。纪录片只有短短的4集呢，访谈风趣，剪辑幽默，导演呢还加入了自己的恶趣味来讽刺百事可乐。而至于在刚刚那个时间点，约翰到底选择了哪条路，百事到底对于菲律宾的民众做了什么，法官最后又是用什么样的理由判决约翰败诉的，这些就让我们在这边卖个关子，请大家自己观赏纪录片揭晓谜底吧。那如果你是当时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解读700万点换战斗机的这个画面呢？这起百事可乐的广告纠纷后来成为了法律系著名的案例，专门用来讨论契约法的界限。大家会辩论呢，在没有免责声明的情境之下，百事究竟该不该把战斗机拿出来，又或者要怎么样开玩笑才能够让观众不会当真？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认为这起事件如果放到资讯流通的现在来看，应该会是一个超级严重的炎上事件。毕竟现在网络资讯传播的非常快一不小心呢，品牌就可能一次的惹怒大批的群众。只是往好的方向来看，因为舆论的方向非常有利而且人人都能够发表意见，所以企业方呢，相比过去也一定会更加的小心维护自己的形象，试图与消费者双赢，博取大众支持。毕竟现代社会呢，有的时候比起法律的判决，大众舆论对于事件的解读，或许更能够定义事件的结局，左右人们对于事件的印象吧。那么，身为现代舆论的一份子今天的提问呢，就来问大家，在这起事件当中，你会比较支持谁呢 ？A. 约翰那个广告明显就是要人当真百事应该要给他战斗机。B. 百事那个广告怎么看都是开玩笑，约翰他们强词夺理。C. 百事可能有理，但处理方式太烂了，所以我支持约翰。D. 不确定但品牌推出活动时，我都会共襄盛举，我就是那种会改名去叫做鲑鱼的人。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百事可乐的战斗机广告风波。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汉堡王如何掀起汉堡战争，以及遇到公关危机怎么道歉才加分。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